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P，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我在华人参加了一场22000的豪客赛。这场赛事呢，玩家人数并不多，参赛的玩家大部分都是一些我比较熟悉的玩家，起始筹码是6万。那我们上桌的时候呢，盲注级别是1000、1500。然后就有非常多有趣的手牌，我们跟大家讲一些很常见的状况。原因是因为大家都会说，小 P 你出国参赛，这些玩家可能都会跟台湾不大一样，所以我特别的想要来跟大家分享说，大部分台湾的玩家在我眼中可能会犯哪一些错误。首先第一手牌，我们这些手牌是什么状况呢？1000、1500的盲注级别，bottom位的玩家加注到3000。小盲位的玩家跟注，然后我们在大盲位有8、9不同花啊，选择跟注。翻牌是9、7、4，底池10500，小盲位过牌。这个时候我们的预设策略呢，就算我们中了顶队也一定是过牌，所以我们选择了一个过牌。特别的是bottom位的玩家也选择过牌。那我觉得对于这一种算是比较中间偏下面的翻牌呢，bottom位其实有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过牌频率，那我觉得是很 OK 的。那同时呢，是一个现场玩家的一个资讯。当我今天看到bottom位的玩家过牌的时候，其实我就会认定他的范围里面基本上永远都不会有好牌，也就是说比我更好的手牌基本上都是不存在。转牌呢是一张非常安全的2，小盲位过牌，我觉得我的手牌就是一个很明确的价值下注。那我们这边的话要找到炸胡也是非常的容易哦。我觉得任何的双头顺，像是68、80、56都是一个很好的炸胡，甚至是会有更低的，比如说35同花都是一个很合理的在转牌炸胡的一个手牌选择。所以当下在10500的底池呢，我应该都会选择下注接近半个底池。那我当下选择的下注尺寸是6000，这个时候呢，bottom位的玩家跟注，小盲位也跟注。那我觉得有一点点意外哦，就是2位玩家都可以跟注，他们其实透露出一个资讯，就是他们的手牌呢，我觉得了不起，就是一些中等的牌力哦，可能是一些中对啊，可能是一些卡顺或是双头顺的听牌，那我觉得都是比较合理的范围。那合牌呢，开的是一张 J， 底池28500，这个时候小盲位过牌，那我就要想说，我今天在这个地方可不可以价值下注？那我觉得，如果说今天单纯的只是面对一位玩家跟注，比如说bottom位的玩家跟注的话，那我很有可能会再做一个中间偏小的下注。原因是因为我知道他可能也会有88，他可能会有 A7之类的手牌会跟注。但是今天如果是3位玩家的时候呢，应该说加上我是3人底池到合牌的时候呢，某种程度上我还是必须要担心，就是小盲位可能有一些9的对子，比如说90或者是9J 之类的手牌不管是踢脚比我好，或者是潜在有机会有一些打得比较被动的玩家呢，他们的手牌范围其实有可能会赢我的这个8、9踢脚可能会比较好。所以呢，我觉得当下最保险的做法呢，在3人底池到合牌的时候呢，最好是选择过牌。所以我选择过牌。这时候呢，看到小盲位是54不同花，他先开牌嘛，然后到我就开8、9不同花，bottom位的玩家就弃牌。那我觉得这手牌呢，就是 bottom位的玩家他的范围呢输给我觉得是很合理。但重点是小盲位在这个地方转牌，当今天大盲位的玩家下注bottom位跟注的时候，我认为4-5是一个完全不会连接近都不是的一个手牌。我觉得他很明确这手牌应该要弃牌，所以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会犯的错误大部分的玩家可能在小盲位玩了一些不适合的手牌范围，又或者说在多人底池有一些玩家没有经验的时候呢，会去跟注到一些错误的范围。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常见的错误。下一手牌是一个3次下注的一个手牌，这手牌是什么状况呢？有效筹码大约是75000，那盲注一样1000、1500，所以接近一个50个大盲的有效筹码。对手呢在 hijack 位加注到3000，然后我在大盲位我有 A9方块，这个时候呢我选择了一个3次下注到11500，hijack 位的玩家想一下选择跟注。翻牌是8、5、7，两张方块，底池25500，非常好的翻牌，对上我实际上的手牌非常好。对上我的范围呢，我觉得没有到特别糟，但也不是特别好。原因是因为我不大会去3次下注，譬如说88、77，甚至是5566，但比较多的99以上的对子，所以在这个翻牌呢，我会有很多的超对就是更大的对子。或者是一些高牌任何2张的这一些，比如说 A10、AJ、AQ、AK， 我觉得都潜在我的这个手牌范围里面。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翻牌前3次下注，然后对方是跟注，所以预设来说呢，不管翻牌开怎么样，其实我们的持续下注的频率呢，相对来讲都会是稍微高一点点。
那这手牌呢，当然也不意外，我就会选择了一个持续下注，25500的底池呢，我选择下注大约是1/3，8500啊。这个时候呢，对手跟注，转牌开了一张9，底池42500，就变成一个单张6成顺的一个牌面哦。那我们这边就有一个决策要做，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要持续下注呢？那我觉得下注的意义应该是比较少的哦。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假设他今天是10以上的对折，基本上我们下注拿不到任何的价值。那如果说他是同花听牌的话，基本上我们也不担心合牌开同花嘛，因为我们是最大的同花。那如果说对手在转牌，他有一些这个后门花或者2张高牌，他想要炸胡的话，我们的手牌也是可以非常轻易的过牌，然后跟住去抓他的炸胡。所以我觉得转牌的过牌呢，我觉得是非常的好的。然后这个时候我选择了过牌，对手也选择过牌，合牌开了一张最好的牌啊，合牌开了一张方块 K。那我觉得方块 K 某种程度上让他有机会，可能是一些什么 KQ、KJ， 甚至是一些不管是正门花或是后门花的组合，都有可能击中这一个方块 K 哦。那我觉得合牌是一张非常好的牌哦。当然，对我的范围也是相当的有利，我很有可能会有 AK 不同花，然后合牌中了一个 K， 或者是 KQ 不同花，合牌中了 K， 所以我觉得合牌呢，我的范围里面会有很多的手牌是可以价值下注。那我们这样今天中了一个 A 花，当然也是一个很明确可以价值下注的手牌，所以当下呢，我觉得我应该会有非常高的几率主动下注哦。原因是因为假设对手是一些10JJ， 他很有可能合牌不会下注啊，但是我下注的话，他会跟注，所以我觉得下注的策略一定是比较好的哦。那我们是一个同花的牌型的话呢，合牌我觉得42500的底池，我预设我应该会选择一个大尺寸。那大尺寸的话，可能就是接近一个满帕。所以呢，当下我选择了下注4万，但是Hijackaway的对手很快的就弃牌啊，所以就赢下了一个底池啊。虽然说他没有跟注，但是也是一个不错的结果。下一手牌呢是一个多人底池的情况啊，什么情况呢？1000、1500的盲注级别 ，Hijackaway 的对手加注到3000，那我在 bottom way 我有1对9，我的筹码量也有10万，大约是70个大盲左右。那我觉得1对9呢 ，bottom way 对上 Hijackaway， 我觉得2种策略都可以，可以跟注也可以3次下注，它算是一个不是很明确可以3次下注拿价值的手牌。那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当你今天这样子的筹码量或者是手牌强度有点尴尬，譬如说像是 A10同花、AJ 不同花、AJ 同花之类的手牌，889910这种。如果说你觉得对手的位置靠近中间的位置，这个手牌不是一个很明确的价值3次下注的手牌的话，那我的建议就是，当你有位置的情况呢，这种手牌可以更高频率的选择跟注，进行一个有位置的翻牌后，通常这种情况呢，期望值都会比较高一点。所以当下呢，我觉得以现场的玩家来说呢，我觉得跟注的好处绝对会比3次下注来的好，所以我选择跟注。这个时候呢，小盲位的对手他有6万的筹码量，也选择跟注；大盲位大约也有55000到6万左右的筹码量啊，40个大盲左右。大盲位的玩家呢，选择了一个3次下注到11500，Hijackaway的对手弃牌。到我们在bottom way，那我觉得这手牌呢有一点尴尬，但是面对一个挤压，我觉得我们这边有2个决策可以做，严格来讲是3个。当我今天认为它的范围里面一定只有比如说10JJ以上的对子，或者是 AQ、AK 这样子的手牌的话，那我觉得我可以考虑弃牌。但如果不是的话呢，就只剩下2个决策可以做。我觉得40个大盲有效，可以考虑直接 all in， 或者是选择跟注。当下呢就3个选择在选，然后因为我觉得它的范围里面不会选择这样的下注尺寸，又或者说它的范围里面有很多的炸胡的时候，弃牌就不在我的选择里面。这种牌呢，其实跟注，有的人会说，可是你99到 JJ 的对子，如果跟注的话，会不会有很多的高牌让你非常的难处理？但是扑克就是有很多很困难的处理的情况，你就是要学习如何去面对一个难处理的情况，增加这一些经验值，长久起来了，我觉得就不会到太难处理。所以对我来讲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轻易的跟注，然后打一个翻牌后，我选择了跟注。这个时候呢，小盲位的玩家也跟注，这个我有点意外，但是某种程度上对于现场玩家也不意外，因为他就很多手牌想要看翻牌嘛，不管是一些合理的手牌，比如说 KQ、KJ 同花，很有可能他就是想要看一个翻牌，这是我
认为预设的范围，甚至有可能比我是更小的对子都有可能。3人底池看到的翻牌是 Q82 2张红桃的一个牌面。底池39000，小盲位过牌，大盲位的玩家呢，在39000的底池下注8000大约是20%左右到我在bottom位，那我觉得1对9除了跟注之外，应该不会有其他的选择啊，所以我选择跟注。这个时候呢，小盲位弃牌，转牌跟合牌，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是转牌4，合牌6，反正就是都是一个小牌，然后他过牌我过牌，他过牌我过牌，然后就到摊牌。对手的手牌是 AJ 不同花，我就赢下这个底池。那我先讲一下这手牌对手的3次下注，我觉得 O 不 OK？手牌选择我觉得算是一个还可以接受 ，AQ 可能比较好 ，AQ、AJ， 毕竟这种手牌不希望是一个多人底池的情况。那我认为翻牌呢，它的持续下注，如果我是他的话，我可能会选择稍微大一点，又或者说，如果今天是一个3人底池哦，尤其是我在 bottom 位面对一个前位加注跟注，然后再加上小盲位跟注进来 ，QJ、KQ、KJ、10J 都在我们2位玩家的范围里面。所以如果我是他的话，我很有可能会降低我的炸胡的频率，也就是说，很有可能连翻牌的持续下注都不会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个看法。好，下一手牌呢是一个单挑的情况 ，hijack 位的对手他有6万的筹码量，他加注到4000，然后我在大盲位我有15万的筹码量，选择跟注一个5-4不同花，但是我有带一张黑桃。然后选择跟注。那先讲翻牌前抵抗的范围哦，对上hijack位的最小加注，我们在大盲位的话，我觉得所有的同花牌都可以跟注，然后不同花的手牌的话，我觉得大部分的 A、大部分的 K， 我觉得都可以跟注。如果说是比较差一点的牌，比如说4、5、5、6、6、7、7、8这种连结牌，我觉得都 OK。除非这个对手告诉我说非常的难缠，要不然我会考虑弃牌掉一些最底端的范围。但如果不是的话呢，我都会抵抗到一个预设的策略。所以5-4不同花呢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抵抗，没有问题。翻牌是 A、8、7 2张黑桃，底池11000。这个时候呢，我们选择过牌，对手也选择过牌。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少见的状况，原因是因为 A87 的翻牌，其实翻牌前加注的玩家应该会有一个很高频率的持续下注。那如果说今天真的要想，我觉得对方的范围比较高频率的会是什么样的范围适合过牌？我觉得会是一些很明确的手对，而且是非常高的手对哦，譬如说 JJ 以上的手对，相对来说会有一个比较高频率的过牌。如果是10以下的手对呢，其实持续下注的频率都还算是蛮高的。那再加上一些听牌啊，比如说2张黑桃90、9J、10J、5、6，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范围。翻牌我过牌，他过牌的时候呢，转牌开了一张黑桃10啊，我觉得蛮有意思的。黑桃10，这时候3张黑桃在台面，那我还是选择过牌。我觉得我可以考虑下注的炸胡，但某种程度上，我希望我的手牌是有更多这个 outs。譬如说我的范围里面，如果我有9，又带有黑桃，就除了双头顺又带黑桃之外呢，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手牌选择，或者是一个非常高的黑桃，譬如说任何的黑桃 K、黑桃 Q、黑桃 J 等等的手牌。所以这手牌呢，我就打算就是放弃了。然后这时候呢，对手下注5000，我觉得这手牌最好的做法可能是转牌直接弃牌，但我那个时候想的就是知道我有很多合牌可以炸，当下我决定还是选择跟注，根据合牌的情况来做一个炸。那合牌开了一个我觉得应该算是还不错的手牌啊，合牌开了一张 J， 虽然说不是黑桃，但是开张 J 变成是什么？变成是 A87 turn 10 river J， 代表是1张9就成顺。那我在想，如果我的范围里面，第一个我翻牌过牌，看到转牌双头顺听牌的时候，其实我有很多9，不管是主动下注或者是过牌面对下注，我很有可能都会继续，不管是有没有带黑桃。所以其实我的范围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9，然后再加上我就说了嘛，对手在过牌的范围里面，我觉得以整体的范围来说，他的9的组合一定不会有我多。原因是因为对手在 hijack 位，不同花的9的组合可能就只有什么 A9、K9 可能都不会有。同花9的话，可能是一些97同花以上。但是我在大盲位，我会甚至有96同花以下的同花9。所以以9的组合来讲，其实我是非常多的9。那我觉得这个炸胡呢是非常的合理，我觉得也 OK。所以当下底池21000，我下注一个满帕2万啊，我就告诉你。我也不用担心它有同花，因为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同花的机会还是很少。但顺子的组合也可以选择一个大尺寸的下注，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我选择下注2万。这个时候呢，对手很快就跟注。我想说，很快就跟注，难道你是比如说 KQ 啊，还是你有9？我当然就很自信的秀出我的炸胡啊5嗨，然后呢，对手很快的秀出了他的 AQ 不同花。那这手牌其实我蛮意外的，就是第一个，它的 AQ 不同花在翻牌的过牌呢，我认为以长期来说都是一个期望值的损失。他如果今天真的要过牌的话，他应该选择过牌一些
比如说 A2到 A5，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原因是因为这一些手牌它的踢脚比较差，它期望值本来就不高。AQ 其实是很有可能可以翻牌、转牌、合牌下注，期望被更弱的 A 跟注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很强的 A 翻牌的下注的期望值高很多的原因在这里。那我觉得这手蛮意外，再加上他其实1秒就跟注了，代表他不管我是什么范围，他的想法就是我过牌就是为了要等你炸胡，然后我就是要抓你炸胡，不管合牌开怎么样子。所以某种程度上，这其实不是一个很理性的做法。但是呢，这次被他抓到了，所以我就输了一个底池，但也让我获得很多资讯就是我觉得 OK 嘛，反正炸胡不会每次都成功，但我也不会每次都失败。这手牌我自己处理的情况呢，我是很满意。